AI 讲得越快，你可能学得越慢。一个晚上你让它讲懂10几个概念，第二天打开真实项目，手还是停在键盘上。检索为什么是空的？消费者为什么重复处理？这个参数到底改了哪一层？刚才明明都听懂了，现在却答不上来。问题不一定是你没看懂，更可能是你把看见答案时认识当成了没有答案时还能做出来。这条视频不比较 Claude、ChatGPT 或别的模型，我们只拆一件事：怎样把 AI 从答案集改成学习教练。2025年 PNAS 发表了一项高中数学实验，参与者接近1000名，都在使用生成式 AI， 用普通聊天机器人的学生练习阶段表现提高了48%。眼前的题确实做得更顺了，可考试时拿走 AI， 他们的表现反而比没有使用 AI 的学生低了17%。加入教学护栏以后，这种考试损失消失了，但无辅助考试也没有明显超过对照组。这项实验测出了2个结果：完成眼前的题是一回事，把能力留在自己脑子里是另一回事。就像坐在副驾驶看别人开车，每个路口都觉得自己会走，方向盘一交到手里，才发现你记住的是风景，不是转弯判断。所以学习速度不能只看 AI 多快吐出答案，要看你完成一次先试出错，拿到反馈再试到底要多久。一轮完整学习要先做判断，再看结果。找到缺口以后，换个情境重试，直到离开原题也能用。以前最慢的往往不是找资料，而是等反馈，看完一本书才做题，做完项目才发现基础接错了，工作很久才有人指出方法有问题。AI 能把反馈拉近，它能马上生成小案例，追问你的理由，指出缺口，再给一道辨识题。一项汇总225项本科 STEM 研究的原分析也发现，主动学习的结果更好。传统讲授课堂的挂科概率大约是主动学习课堂的 1.5 倍。这个数字不能直接套到所有技能上，但方向很清楚，学习者做了什么会改变结果。AI 的价值是把下一轮行动提前。怎么做？第一步，先把目标写成一个能验收的动作。帮我学会 RAG 不是一个好目标，你可能要准备面试，也可能要写方案或排查故障。AI 不知道，只能把知识一股脑倒出来。你可以换成这样：4小时内沿着一次真实查询排查，判断问题出在资料切分、检索、上下文拼装，还是答案生成。而且你还要说出下一步该查什么证据。这里有任务，有时间，也有过关标准。再让 AI 把目标拆成3到7个阶段，每一层只写4件事：能完成什么，最容易错什么，用什么任务验收，通过后去哪一层。地图不用很大，你只要随时知道自己在哪儿，下一关是什么，哪些东西暂时不学。第二步，不要机械套一个固定的2-8比例，先找出哪些知识会直接影响任务成败。第一类是现在必须会的机制和判断，它一旦接错，后面的操作全会跟着错。第二类是遇到再查的参数、命令和低频边界，它们可以放在手边，不必提前背完。比如排查 RAG 答错，先看资料从哪里来，怎么切，怎么检索，再看哪些片段进了上下文，模型依据什么回答。不是先背完所有向量数据库参数，一张能用的学习地图，既要写今天先学什么，也要写哪些内容先放着，否则资料越收越多，反馈回路却没有变短。第三步，搭一个能犯错、能重置，而且看得见内部过程的小世界。很多概念难学，不是定义太长，而是机制藏在系统里面，你只能看到结果，看不到中间发生了什么。学 Kafka 只放3条订单消息，再放一个突然崩溃的消费者，把 offset 摆到台面上。学 SQL 只用20行接近真实业务的数据，故意保留一个空值和1条重复记录。学机会成本就给2个小时和3个互斥选项。学 RAG 就把原始资料切分结果、检索命中和最终回答同时展示出来，不要只给最后一句答案。样例里要有一条正常路径，也要故意留一个故障。一路顺利只能证明它能跑，故障出现你才有机会追问它为什么这样跑。第四步，一次只问一题，你先回答， AI 再给反馈。你刚停顿2秒， AI 就把答案补完，看起来很体贴，可你还没来得及从记忆里把知识拿出来。Roy Digger 和 Karpik 做过一个经典实验，5分钟后的测试里，反复阅读组是 81%， 提取练习组是 75%。1周以后，结果反了过来，做过提取练习的学生还记得 61%， 反复阅读组只剩 40%。重读是在熟悉一条现成的路，提取是在没有路标时重新走一遍，后者当下更费劲，却让以后更容易找到答案。所以回答正确以后，让 AI 追问决定性理由；回答不完整，只补缺失的那条规则。再换一个例子，过一会儿重新检查。别迷信掌握度 87% 这种漂亮数字，更实用的状态是还没验证，能认出来，能独立解释，能排错，能迁移。第5步，把道理用自己的话讲回来。费曼法起作用的那一部分叫 self-explanation， 也就是自我解释。你不能只沿着别人写好的句子点头，你得自己补全。这一步为什么成立？它依赖什么条件？条件变了，结果会不会跟着变？Chi 等人研究过物理样例学习，被要求解释每一步为什么成立的学生，理解和迁移表现更好。这个研究直接支持的是自我解释机制，不是给所有叫费曼法的方法盖章。这时 AI 不用替你润色，它更适合当一个较真的听众。你用了术语却没讲因果，漏了成立条件，或者遇到反例就解释不通，让它只指出断掉的那一环，然后你用更短的话重讲。讲不清楚不是失败，它只是把原来藏着的缺口摆到了桌面上。第6步，把聊天记录压成一页。长对话很适合探索，却不适合直接复习。这一页要有一句核心模型，还有关键对象和关系。
保留一条完整路径、常见失败和排查规则，再加操作前检查清单，以及5个不立即显示答案的自测题。但压缩还不等于学会，下一道动作是换掉原来的包装，再测一次。你在电商订单里理解了密等，就换成付款回调；你用选项目理解了机会成本，就换成招聘和预算；你在制度库里排查过 RAG， 就换成客服知识库。换了案例还能判断，才算从这道题会了变成这个机制会了。复习把结构找回来，迁移证明结构真的属于你。到这里 AI 和学习者的分工就清楚了。 AI 负责搭环境、出题和给反馈，你负责观察、提取、判断、解释和迁移。你可以这样开始指令：我要在多少时间内学会什么，最后要独立完成哪个可以观察的任务。让 AI 设计3到7个阶段，区分现在必须会、遇到、再查、暂时跳过，每一阶段都写清能力、常见错误、过关任务和时间分配，再让它搭一个最小样例，既有正常路径，也有失败场景。教学时一次只问一个问题，在你回答以前不要给答案。每个阶段结束，你要自己解释机制，最后再生成1页速查表、5个自测题和1个换场景迁移任务。事实还要区分原始来源、系统生成结果和待验证推断。这套方法也有边界 ，AI 汇编资料也可能轻易夸你已经掌握。高风险知识要回到官方资料、真实运行结果和专业人士判断，遇到困难也要先尝试，再求提示，最后才看完整答案。至于10倍速度，把它当成形象说法就好。真正能稳定省下的是等待反馈、翻无效资料和走错方向的时间。下次学新东西，先改写目标，再让 AI 搭一个能观察、能失败、能重置的小样例，然后要求它少讲一点，多问一点，晚给答案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、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